谢谢你这样帮我们啊，要不然我这细银啊哪里会有书读啊？大逆毒，原来你们这一伙的。我跟达明一结婚，这间屋子啊就是我们的共同资产。小姨，原来你在跟钢琴家谈恋爱。我一定要想办法让他重回国际舞台。你不让我带琪琪走，我就跟你打官司。嘉欣，跟我一起到北海道去吧。北海道之行，我一定要得到你，然后你就会像残花败柳一样被我遗弃，就像当年你遗弃我一样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。打一个招呼，笑容生疏，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，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什么最值得我们记录？值得我们追逐？那些最感动的，是否已留住？上厕所。哎呦，上厕所也不说一声。这啊是另外一家日本餐厅的设计，设计师啊拿出来给我们做参考。我觉得啊它的颜色呢跟材料的配搭。你要出国了？嗯。跟他去啊？嗯。他们价钱很公道，值得我们考虑。你到底有没有听到？我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喂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看见那个罗建国跟个女的在一起，那关你什么事啊？我总不能看见嘉欣受欺骗啊！那是他自作自受，你别理。你坐下。喂，你敢走的话，我就不理你，你会一无所有的。其实我还喜欢这一个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这个比较漂亮哎。嘉欣啊。适配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我知道今天这里有家具展，所以过来看看。你刚才为什么没接我电话？电话没电。是没电，还是故意避开我？你要不要查查看啊？算了，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来警告你。警告我？你最好啊是不要跟那罗建国出国，不行。应该是最好离开他。宋达明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要再为这个话题纠缠不清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要离婚了，你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啊？我要不是关心你的话，我才懒得理你的死活。如果你来是想谈这件事情，那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浪费我时间，我有朋友先走。罗建国要结婚了，可是新娘不是你。我看到他跟一个女人看结婚照，他还抱着她的腰，亲热得很啊。我也看见照片里面的新郎新娘是他们。有这样的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
我不是有心要偷听你们说话的，只是刚刚听到有人提起我的名字，所以我才停下来听。你刚刚所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！你以为我那么无聊啊？这很难说，狗急的时候也是会跳墙的。现在你一个人失业在家，前途茫茫，想要抓住嘉欣这个家庭支柱，这一点也不奇怪。我明明看见你抱这个女人在看结婚照，哇，你还想抵赖啊？我没有必要抵赖，你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真没想到你竟然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达到你的目的。嘉欣，你不是第一天认识我，我的为人你最清楚。我宋达明再没用、再窝囊，也不用这种方法来破坏你们的好事。嘉欣，你认识我的时间比他还要长，你认为我会这样子欺骗你吗？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宋达明，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回去那家相馆？我怕你啊，我是怕你脚软了，半路就跑掉啊。我只担心落跑的人是你。我们今天的确有一对顾客来看婚纱照。不是这一本。哎，我刚才明明看见了，他跟一个女人。不可能，我们今天就只招待这一对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你看错了？对啊，一定是你看错了。这位新郎的身材跟这位先生差不多。我又没近视，又没老花，怎么可能看错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啊？哦，嘉欣，他们呢，一定是巴结好的。哎，什么叫巴结好啊？你说话有没有经过大脑？今天你来找嘉欣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还有啊，来这里的途中我没有用过电话，我怎么通风报信？那是我在外面偷看的时候被你发现了。宋大明，不是每个人都跟你一样，做事情都偷偷摸摸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被餐馆炒鱿鱼了吗？我建议你到电视台去吧，你可以当编剧啊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建国，别说了，我们走。嘉欣啊，嘉欣，大哥啊，连你都不相信我啊！我不是不相信你，一时眼花也有可能的。我很多时候把树皮当成鳄鱼啊。绝对不可能啊！那个罗建国化成风我都认得他。哎呀，如果是真的就不妙了啊！大妹要跟他去北海道啊。他到了那边一定会遭到毒手的。那家伙太阴险了。他知道嘉欣很现实，就开了一大堆的空头支票，用钱用房子来打动他。等到他得到手，就一脚把他踹开。他根本不爱嘉欣的，他是为了报复。报复当年为什么选择我，没有选择他？太过分了！召集全部人保护大妹。喂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知道我们敲锣打鼓在找你吗？我在国外开会，那里手机打不到。我现在刚离开机场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很多事啊！大哥受伤住院，大姐危机四伏，所以大哥现在要召开紧急会议。我照样赶过去。还有你哦，你是不是要跟一个叫什么嘎良诺的男人结婚？是啊。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也不跟我们讲？我最近比较忙，我有空的话会约大家见个面的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看到你还是快甩掉那个男人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。哦，是吗？大哥说他跟李豹兄弟是一伙的，大哥的腿就是给他们打伤，现在才会住医院哦。我知道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一回来电话就响个不停啊。就是啊，几天没听到电话声啊，感觉还真的不习惯。现在呢，好像从古代回到文明一样。我知道你刚回来一定很忙，不过能不能占用你30分钟啊？这是优质洋房地段，整幅地有1万多尺，单单地价就要800多万。我刚买下选购权，准备在这里建一座双层洋房，作为我们的新居。Option to purchase， 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？因为你将是这块地的主人啊。我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婚礼物。以后这块地，还有即将盖起来的屋子，全都属于你，开心吗？
道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回公司再处理。怎么啦？看来好心烦哦。最近公司一个副总裁亏空了公司几百万。那你有没有报警？他说他掌握了公司很多账目资料，如果报警，他就会把这些资料全部交出来。那不是在威胁吗？他是在威胁啊！你也知道，问题是每间公司都有自己的机密，不想被外人知道。比如财务状况，还有税务方面的问题。我主张报警，可是其他股东不同意。所以，我想把一部分资金撤到国外去，大概几千万。那么多啊！在商场上，这只是笔小数目，不过我也不想引起注意，免得我那些股东还有证交所找我麻烦。你有没有办法帮我？我想应该没问题。那个男职员说我眼花，我怎么会眼花啊？那个罗建国啊，化成灰我都认得他。事情就是这样子，现在由你们决定，要相信他还是相信罗建国。要是你们相信他，我们马上采取行动抢救大妹；要是你们3个都相信那个罗建国啊，就带他去配副眼镜。贝多芬，你先说。我相信罗建国。喂，你说什么啊？姐夫，民主一点啊！他整天一副睡不醒的样子，根本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！哎，他说的不算啊。姐夫，我还没说完。你还想说什么啊？我相信罗建国发现了姐夫，事前做了安排，那男职员是被他收买的。对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哎，你真的是大智若愚啊！ Daddy 是大智若愚，我也相信 Daddy。我虽然还有一点点怀疑啦，不过我决定投你一票。好，现在你们全部听我的。琪琪、小妹在，马上找大妹，用眼泪、用真情感动她。妹夫，还有贝多芬，有。你们呢去找那个罗建国，去跟他讲，这个世界上不可以做坏事的，做坏事会有报应的，小心被鳄鱼咬屁股。还有啊，跟他讲什么苦海无边，肥头是岸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！激我，你闭了。为什么？哦，因为你的脚伤还没有好，你还是好好养伤吧。对啊，杀鸡焉用牛刀，由我们出马就行了。琪琪，我们现在是救你阿妈，什么杀鸡 ？OK， 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就分头行动。快点行动，快！哇，他这个招数好烂哦。我们已经给足他面子了，还好撇不掉他。我们现在就是想更好的办法。走。想丢下我，没这样容易。你们都在这啊？阿姨，贵人终于出现了哈！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是贵人也有错啊！贵人事忙，竟然还有空来这边，我真是超感动。你别老是说话酸溜溜的。我哪里敢？喂，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二姐吗 ？Say people say yourself， 在你眼里又有这个妹妹吗？你 stop！ 阿姨，小姨，现在不是窝里反的时候。不就是嘛？枪口应该是对外的，救大姐要紧。琪琪啊，妈咪就要找你，我帮你找到一个补习老师。妈咪，你先听我说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那你的数学呢需要补习，要不然那个李强啊会把你越泡越厚的。妈咪，我都叫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了。补习老师的电话跟地址呢，我会塞给你，你打个电话跟老师约时间了。妈咪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不过呢，我现在赶时间，你长话短说，不要说废话啊。妈咪，你千万不要跟罗建国去北海道。你看你又说废话了，拜拜。等等，妈咪。快说，给你5秒。那你什么时候跟他去北海道？现在。现在。妈咪。怎么啦？妈咪现在就要和罗建国去北海道了。别紧张，我马上查看飞机几点起飞，你马上通知大家。哦。
OK， 知道了。罗建国大概是怕被我们拆穿，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姐飞到北海道去了。喂，我已到罗建国办公的地点了，看到他拿着行李，好像要去机场哎。二姨说今天飞日本的班机有3趟，其中1趟已经起飞了，还剩下2趟，是下午2点，还有傍晚6点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司机大哥，跟着前面的车啊！姐夫啊，你千万要冷静啊，在还没有收到指示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好的，知道了啊。快点啊！这些是我们摄影棚拍的，你看一下。然后我们这里有外景拍的。如果你们觉得太单调的话，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去国外拍。除了这些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啊？要最近的。最近的啊，最近我刚刚替一对新人拍了个特辑，你们可以参考一下。这次跟他去了北海道，那就是确定关系了。可是我真的爱他吗？你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？大舅，你不要说的那么直接好吗？这样很像妈咪的哎。我是要听真话，你到底是爱他的人还是爱他的钱？那就当我是爱他钱好了。反正我已经不再相信什么爱情。哎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怎么这么入神？哦，没什么，我在想我还有什么事情还没处理。不好意思啊，临时改时间，害你手忙脚乱。没关系，我的事情都办完了，只不过我得把 option 交给客户。哦，没问题，我已经在网上做了登记，只要在飞机起飞前的1个小时到机场，那就没事了。来，我先送你去吧。继续跟。嘉欣已经上了他的车子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好像不是往机场的方向哎。你继续跟踪，佳慧那里很快会有消息了。出国的配套要多少钱？哦，那要看你们要选什么地方。那澳洲呢？哎，小姐，你在干嘛？不准拍照！贝多芬，挡住他！哦，不准拍照！早不坏，骗这个时候坏。小妹，接住！不准拍！快跑！一定要让我拍到啊，拜托！叶小鱼完成任务了。来，小轩，谢谢你。喂，姐夫，你收到照片了吗？收到了。哼，罗建国，你这次插翅也难飞啊！我也 send 了给大姐，她看到后，我们应该能收工了。真是天意。今天星期六干嘛不休息？哎呀，劳碌命啊！工人休息，老板上班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你亲自跑一趟。不要这么说，我应该跟你说谢谢。那这是 option form， 请你看一下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在这边签名。
嘉欣啊，你看到那个照片了没有啊？我没骗你吧？那个罗建国不是什么好东西来的。那我一直都跟在你们的后面的哦。我现在还在那个厂房外面监视着那个罗建国的一举一动。Hello？ 怎么还不出来的呢？哦，那罗建国跑去哪里呀？我在这里。罗建国啊，你没戏唱了。嘉欣已经看到你的结婚照片了。我劝你还是早点滚蛋吧，免得自讨没趣了。你是说这个？嘉欣手机怎么会在你手里啊？那是因为他早就已经决定要把他的一切奉献给我了。你真的够混蛋啊！这是我多年苦练的空手道，我先把你打晕，等你醒来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在北海道跟嘉欣 happy 了。空手道是不是啊？我是少林拳的传人啊！龙华，去通知嘉欣，这完蛋！嘿，谢谢你啊，王老板。哎，我先走了，等我离开的时候，记得把冷冻库的门锁好，星期一早点上班。达明，他说要抢你的护照，不让你出国。嘉欣，干什么？哎，我有证据啊！快！嘉欣，进去里面躲一躲吧。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这。我还在找他们呢。什么？在外面等他？不行不行，罗建国那家伙诡计多端，如果他带嘉欣从后门溜走，那就完蛋了。这里是本雷哦。哇，来，喂，这里的收讯不好啊。哎，就这样吧，这样状况我再报告了啊。喂。嘉欣啊，你在里面吗？嘉欣，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。还是让我出去跟他说吧。不要，等他走了之后我们再出去。嘉欣，我的手机有他的结婚照片，有证有据，他没有借口的。他是想要引我们出去，不要上当。哎，你看，门明明没关嘛，你还跟我争？我记得我有关啊，关你的头啦！你要害我啊？为什么是我？好像是关门的声音。还找不到你，滚开啊！嘉欣呢？放手啊！开门啊！这里面还有人呢！开门啊！嘉欣，宋达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有完没完啊你？这里面还有人啊！
嘉欣，我们被困住了。你怎么解释啊？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，最重要就是找人来救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会被冻死的。我们先出去，再跟他算账。没有信号。我也没有信号。怎么样啊？打不到啊！为什么大姐和姐夫的电话都打不通？惨了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大哥，你不要吓我们嘞！大哥说的没错，其中一个可能是他们真的出事了，另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手机没有讯号。先把自己顾好。哦，真奇怪，怎么最近啊那么怕热的？哎，像这样啊冷冰冰的多好啊，我不知道多开心啊！哎呦，你知道这里多少度吗？零下的温度啊，像在冰箱里一样，你会冻死的。快把衣服穿上吧。真的不怕嘞，你呀、最近减肥，身上一点脂肪都没有，不耐冷的。我就不一样了，那。肚子上的油啊，够我消耗几天呢？穿上去吧啊！来来来，哎呀，等工人回来开门了，我就没事了啊。那就等到星期六。今天星期六，工人都走了，要等到星期一才回来。星期六，工人都走了，要等到星期一才回来。你还穿上吧。你穿吧，来来来来，给我！哎，不要过来！干嘛？快把衣服还给嘉欣，冻死他了！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啊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现在还管什么男人女人啊？啊，最重要就是先保住自己的性命。你不止不是男人啊，你简直不是人呐！算了，达明，不要跟他说了。我今天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。什么真面目啊？啊？那你的真面目呢？又是什么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啊，只是要我的钱，要我的房子，不是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没有选择跟你在一起吗？那是因为你笨，好选不选，选这个窝囊废。不，因为我看出你的自私，你一切以自己为中心。爱自己比爱别人多，那么多年了，你始终都没有改变。怎么样？有错吗？人不为己啊，天诛地灭啊！你没听过啊？我希望你不会这样子对你未来太太。怎么不会啊？他就是那种啊，碰到危险啊，把身边人都丢下，自己逃命的人呐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就很清高了。你这个窝囊废，靠老婆过日子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有脸去搞婚外恋？你呢？知道自己的老公不够好，就想要吃回头草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。我要是要吃草的话，也不会吃你这个发黄的草。你说我老婆是发黄的草，你有种，你再说多一次啊！算了，达明，不要浪费口水，不要跟这种卑鄙小人办件事。什么卑鄙啊？到底是谁卑鄙啊？之前呢，还是扭扭捏捏的。一听到说我会送你整间房子，高薪聘请你来当副总裁，你就什么都答应啊！幸好我们没有到北海道去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对我投怀送抱的情景啊，全部都拍下来。到时呢，我再一脚把你踹开，你就无地自容了。你，怎么，嘉欣啊？我没事，我只是被气到心脏要爆炸了。你就别气嘛，像他这种人啊，肯定有报应。不要吓我啊！来来来，报应，你们的报应才来了。
姐夫最后说，他的所在地是在本垒。本垒怎么打？怎么去找？一条一条找咯，不然怎么办啊？你要在海底捞一只针，你觉得这么容易捞得到吗？海底捞针总好过坐以待毙啊！原来你这个聪明的脑袋只能想到这个笨方法。是咯，我很笨，你那么厉害，你来想啦！哇！哎呀，大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吓死我啊！我的脚很痒啊！大舅，转移注意力，那你就不觉得痒了？很冷。好冷！哎，对了，姐夫最后还说了一句：“哇，好冷啊！”好冷，那一定是在有冷气的地方。不对，有冷气的地方不至于让我的地寒冷。冷藏库有可能，这一带呢有很多厂房是有冷藏库设备的，我们就集中找吧。可是你都说很多厂房了，如果要找的话，找到不是天黑。陈佳慧，你不要老是跟我抬杠行不行啊？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哪里跟你抬杠？哎，哇塞，你想谋杀？我要找一个人。喂，传一啊，你的公司不是在本垒一带吗？我想问你，这一带有哪些厂房是有冷藏库的？不可以这样啊！千万不要睡觉啊！我们一起唱歌啊，好不好？客人来看爸爸。不要唱了，你越唱，我会觉得越冷了。我知道我这首歌很难听啊，其他歌都不大会唱。没关系，你穿的那么少，你会受不了的啊！不会哦，你放心啊，我没事啊，我一定会看住你的，我会让你睡着的啊，抱住我，这样子我们都会暖和一点的，来。出去的，大哥跟嘉义他们一定会来救我们的，放心。我不是怕死啊，我觉得很难过，我害你给那个家伙欺负。都是我害你，被困进来这里受苦。我不是一个好丈夫。如果我能活得出去的话，我真的想从头再来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是一家冷冻食品进口商，
大美，妹夫，大姐，大美，姐夫，小姨，干嘛？小鬼，这辆车我见过，是那个罗建国的，他们一定在里面。这里的老板我认识，我打电话给他。快点，快点。哎呀，我们边打边找吧。快点，快点。我过去看看那家伙啊。要过去，这件事情我应该负责，都怪我，利欲熏心，才会让他有机可乘的。你放心，我不是要过去打他，就算我要打他，我现在也没有力气啊，我是怕他忍不住被冻僵了。真的睡着了。罗建国，醒来啊！你不想变成冰冻人，快点醒过来！起来啊！起来啊！你干什么？不要抢我的衣服！你不是要当新郎了吗？嗯？那你就别再睡着了，听到了吗？嗯？知道了。哦，真不是普通的人。喂，你叫我不要睡，你自己睡。嘉欣，宋大明晕倒了。嘉欣，宋大明晕倒了。大明，醒！大明，建国，大明，快醒醒！大明，不要睡啊！你快醒过来！你们醒醒啊！不要睡，你快醒醒啊！大明 ，Daddy， 大明，快醒醒啊 ，Daddy， 大明。琪琪，这里那么冷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大明没事了，幸好嘉义他们及时赶到，救了我们。Daddy， 妈咪都告诉我们了，你好勇敢啊！在最危机的时候，牺牲自己保护妈咪，还以德报怨救了仇人。Daddy， 你好伟大，你是我偶像，我以你为荣。我哪有那么伟大？你 Daddy 的身体啊是比较壮，哪里像那个罗建国啊，弱不禁风，不堪一击。不过最棒的还是你妈咪，要不是她的话，你 Daddy 可能撑不下去了。那你也知道，我
不是最怕冷吗？是吗？我还以为你最不怕冷了。只要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盛长，一家团圆 happy ending 太棒了！大哥，你干嘛？我被他们感动到。惨了，他对方错了。我是说真的，他们讲这些话让我真的感动到。一家人本来就应该相亲相爱嘛，相亲相爱，懂不懂？我说真的，来，一家人相亲相爱。你很弱吗？现在。大哥，你是说回医院哦？哎，这。大哥，你别再偷跑出院了，要不然啊，护士真的会把你绑起来的。我的伤害不是很严重，你叫医生给我出院了。哎呀，等你康复了，医生自然会让你出院的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大哥，我也先走了。二妹，我还要跟你讲那个赶你多的事。大哥，以后谁再跟我谈这件事，我就跟谁翻脸。好了，明夜再来看你，拜拜。还站这里，快去追啊！佳怡，佳怡，是，真的谢谢你。没什么。我就知道你老板会让你回去的，好好表现。拜拜。佳怡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就算你要跟我翻脸，我也要跟你说清楚了。你一定要小心那个赶量的我。算了，其实你早就已经跟我翻脸了。我们还是朋友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拜拜。走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男人。要不是我可怜你啊，我才懒得看你一眼呢。其实啊，我还要谢天谢地，要不然啊，我那些钱还有那间店啊，迟早会被你亏掉的。就不相信以我的条件找不到更好的男人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的押金。对啊，以你的条件，不怕找不到更好的男人。其实我不是真的想跟你抢的。我知道，要不是我们夫妻俩先出了问题，你也不会介入。现在责怪谁都没有意义，幸好我们大家都能回头。往前看吧。我知道，不管我多么努力，还是无法取代你在琪琪和达米心中的地位。其实，他们都很爱你。我希望你也会同样的很爱他们。我会的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礼物，还是生活态度？喧哗的马路，匆匆脚步，哪一个在乎笑容生疏？抱怨着辛苦，却还义无反顾。眼神里似乎只剩羡慕，得到跟不上想要的速度。拥有了越多，快乐反而越模糊。什么是所谓幸福？是份
错态度，什么最值得我们